说起沙子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寸草不生的沙漠，而在北京中关村却有一家企业专门是在沙子上做文章，靠着在微小的沙粒中融入高科技，20年来已经成功的开发出300多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，实现了点沙成金的梦想。一进入位于北京密云的人创科技，就好像进入了沙子的世界。目力所及，就有3、4个装满沙子的仓库。这里每天都有上百吨的沙子运进来，是个名副其实的沙堆里的企业。这些沙子到底有着什么作用呢？我手里这块砖呢，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砖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我们做过一个小实验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它们有什么不同了。现在呢，我把水倒在这个砖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沙子做成砖呢，像海绵一样，很快就把水吸走了。我们呢是对沙子表面进行表面改性，然后可以破坏水的表面张力，然后实现快速透水。透水速度大概达到每小时每平方米是780公斤水。人创科技集团通过对沙漠中的沙子融入高科技手段，制成各种各样的沙产品。像这种沙基透水砖铺设的路面，不但不积水，还可以把雨水存在砖中，并向地下渗透。如果配合雨水收集系统使用，就可以将雨水保存起来，经过过滤净化处理后重复利用。这就是雨水，这屋顶的雨水，或者广场的雨水，这个门前的小广场，或者马路的水，收集的水嘛，全吃的下雨以后全吃。这是今年收集的雨水，这有大概这有100多方吧，100多立方。利用雨水保鲜的技术，今年6月份，四川武隆县建成3处饮水井，仅靠收集雨水就满足了当地1000多位村民的饮用水需求。看着现在意气风发的秦生义，谁能想到20年前他背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四处碰壁？我扛着50公斤沙子自己扛了，上公共汽车、上火车、下公共汽车，这样的到石家庄一个水泵厂。刚开始我讲我的沙子，我说用石英砂替代高云砂，这个7、10年，人家不相信呐。我在那厂家，我是待着好几天呢，说服他，慢慢的说服他怎么做，最后人家同意再试一个出去给你看看。可能我这种真情感动了他，这样一用效果好，这就慢慢就认识开了。秦生义说，当时1吨进口的耐高温沙是7000块钱，而他卖的价格只有进口的1半。产品的名头是打响了，技术也得到了认可，但是资金成为人创进行产业化发展的最大瓶颈。这个创业之初啊，那可真是难呐。没有钱呢，我又租了海淀煤厂3间小平房作为办公室。没有设备啊，买不起设备，我就在街上看到那个糖炒栗子啊，受到启发，便买了钢板啊，自制一口大铁锅，把炒沙子，产业化就这么开始起步的。从自己炒沙子实现产业化，到现在拥有300多项核心成果，秦生义说是凭着一种信念才走到今天。他认为以社会需求为目的，从创意到实验再到产业化的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灵魂。好技术又能得到应用的，一定会有人要。而在企业发展最困难的关键时刻，国家对自主创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，对他来说好比雪中送炭。资金最缺的时候，我印象特别深，那是叫中关村示范区了，但是给我退税，先征后返，退了70-80万块钱。那时候70-80万对我来说太好了。我用了70-80万就扩大我的产能，使我的炒沙的设备可以作为机械化设备生产，是吧？这个助我一臂之力意义太重了。近年来，国家通过加速创新立项来提供研发经费支持，通过政府采购、政府推广，迅速将创新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。正是这种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合作机制，为人创打下了高速发展的起飞平台。从我的创新速度，几年一项到1年几项、几十项、上百项的这样一个发展，我产业化速度又过去是几年才一项成果，才能够开始产业化。现在甚至我成功以后，很快的半年1年就能够开始产业化，迅速推向市场，这速度就快多了，都得益于这个好的环境、好的政策。面对当前企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，秦生义表示，作为中小企业，仍然有机制创新的空间。对他来说，实现较大规模的产业化是个软肋，但通过一种机制形成社会力量，用无形资产投资吸引更多的战略投资进来，缩短产业化进程，加速产业化规模，
通过机制创新是可以做到的。而这也是这位点沙成金的创业者正在解答的新课题。这里是人创科技集团的原料库房，这一袋袋的沙子呢，都是从沙漠里运来的。自古就有点石成金的美梦，所谓沙子一袋子，金子一屋子。人创集团就是通过不断的自主创新，使这一袋袋的沙子变成了金子，